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就是 Border 的 Tagout 它的高雄号的开箱测评的影片。那之前我们已经很久以前，大概在2、3月的时候，我们就先制作了 Verifier 的 Tagout，知道了它的产品的状况。组装的速度，然后它的难易度各方面组装品质都已经拍了影片，然后给大家看了。我是觉得那以 Verifier 来讲的话，它的产品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产品，尤其是在我最近已经开始制作 RCMA 的产品之后，我真的相信以 Verifier 的它靠了它这个 class， 它这个等级来说，可能很难还会有公司可以超越 Verifier 的产品。那 Border 它就在今年的年底把1:350的日本海军的 Takao 的重巡洋舰给上市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测评，看一下它里面的状况有些什么样的东西。首先，它的封面这一次不是 Jason 画的看起来不是，是一个修模制，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工作室还是个人画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不得不说，他的峰会还是很漂亮啊，这个是我觉得 Border 很厉害的地方。他的峰会真的都很漂亮，所以他可以提起让一般的消费者进去模型店想要买 Takao 这一艘船的时候，第一个你会选的有可能就是 Border 的产品，而且再加上它的售价又超级的便宜啊，它几乎是金刚的一半的售价，所以以这个来讲的话，它真的是用价格战在劣币驱逐良币，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打开了以后呢，我们看一下板件。说实在的，就是 Border 的产品，它在塑胶射出件上看起来都非常的锐利，也都还蛮漂亮的。说实在，它的产品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物。来，我们以后飞行甲板的区块来看，防滑纹路也做得很漂亮，水上飞机的搬运轨道也 OK，那甚至这一些会放上所谓卷扬机的地方，它的防滑纹路就没有设计，就一个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缺口在这个地方，那这里都是有摆放东西的，我觉得这设计就 OK。然后好，左右旋两侧的127防空炮，它里面的防滑纹路也做得不错，看起来都不错。可是它的尾舵就没有任何的刻线，也没有铆钉，这点是还蛮可惜的。看起来就是这样啊。然后这个我还没有看它的说明书，所以有的东西我并不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东西。虽然我已经做完了高雄级，然后爱宕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还有的零件拆件之后，我是还蛮不知道它这个是要做什么的。不过边境的产品，说实在的，它就是塑胶件，它可以给你做的非常的锐利，很漂亮，看起来也很干净。这个是边境的产品的一大特色。那第二大特色就是在这么多很漂亮、很干净的塑胶零件上，你可能没办法组装起来，这个是它第二大特色。这个就是边境的产品。给你看起来产品都非常的合理，非常的漂亮，结果到最后你组装到一半，你才发现，我靠，妈，这是一坨屎，真的。好，再来，当我拿到这一块板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 Border 在
宣传它的 Takao 的时候，它的宣传页面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它会使用 UV 预上色，所以就是应该会下面是咖啡色，然后上面会有金色的压条，但是实际上所贩售的成品就是很单纯的塑胶的颜色，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广告就广告不实所贩售的东西跟它当初的预告出来的东西就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且它在预售的时候也已经公布了售价，所以到最后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知道成本，它的卖价跟成本根本就跟不上它当初宣传的东西，所以就没有做了所谓的 UV 预上色的这个动作。那你还是要重新再喷金色，然后遮蔽金色，再喷咖啡色，你才有办法把你的甲板给做出来。然后他把后面的防空机枪的这个座也直接开在后甲板上，所以在做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你还要去遮里面这个很细小的压条。我总感觉好像是怎么做好像都不太对，这个设计，要么你就这个独立开，独立设计，好，然后这个是救生小艇救生艇放置的位置，这里的结构看起来都是差不多，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设计，不过可以看得到很明显就是它的线条真的都非常的锐利，零件开的都非常的锐利，然后包含这个，你看它这个爬梯哇做的是超级的立体，真的是很漂亮。我说的漂亮是它看起来漂亮，不代表它组装起来会是漂亮的。我现在必须要非常强调这个点，因为它常常就是让你看得很漂亮，结果它是组装不起来，或者是组到一半，你会发现这艘船到处都是问题。上次的金刚号我做到一半，我就把船给送人了，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也买了一艘金刚，然后他希望可以从我的船上就是拆一些零件下来去补他的那一艘金刚，让他的金刚号可以完工。结果没想到杀了我船上的零件，才发现在后烟囱的那个平台，它的走道两边是不一样长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两边是不一样长，所以我才跟他说，你拿了我的船也没有用。然后他带回去之后才发现真的没有用，所以他的船，他的金刚号也是没有完成。如果你要完成，你可能就要自己再想办法去自制那个走道的零件。好，我们来看一下船身。船身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做的是一体成型，就跟老田宫是一样的，整个船身不需要组装。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侧边的装甲纹路，它是曲线往上，还有一个往上的一个曲线，这边变得比较宽，这边就窄，所以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曲线的设计啊？它的曲线是跟着上面这个弧度在走。莫名其妙。OK， 好，那我可以看到在船身上这个地方，它是有铆钉的凸点的它是有铆钉凸点的，比以往的铆钉还要稀疏不像金刚的铆钉这么的密集铆钉稀不稀疏、密不密集，我觉得没关系，有就好。然后你再看到前面这边剩下刻线，然后这纹路看起来就还蛮怪的。由于它是一体式的船身，那它在
所谓的塑胶零件射出之后要脱模的话，一定会比较难脱模，所以你看到这边，它就会留下很深的纹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在纹路这个合模线的纹路的后面的铆钉是很密集的，然后前面就变稀疏，所以这边又开始又设计的非常的奇怪啊，然后这个落差也还蛮大的，那你要去磨这些合模线，这边又有铆钉，就变成说你在施工的时候不是很好做，我只能这样说。OK。然后旁边侧面的鱼雷发射墙这个地方细节做的蛮漂亮的，做的真的是蛮漂亮的，然后这一些舱盖的盲盖上面的细节也做的相当不错，然后我的金刚号在这个地方驱动轴的人字架这个吊架我全部都没安装，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太会出问题的。后来我去看了中国大陆那边有人把我的影片转过去之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边境的金刚就是连这个吊架都会出问题，那我就真的觉得真的很好笑，真的很好笑。这家公司所设计出来的产品，并没有经过自己的组装就让它上市，所以每一个客人全部都是白老鼠。OK， 好，再来就是属于剑桥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剑桥，它有相当多的小孔在上面，这里有相当多的小孔，这些都是金属蚀刻片的预留孔，所以你可以非常的轻松的去定位你要安装的位置，这个是它的优势，它的好处。然后上面的防滑纹路，这边也有开出来，都蛮漂亮的啊。好，这个是剑桥的中上层，所有的细节也都做得相当的漂亮，可以看到它很漂亮，也很锐利。OK， 弹射架，这个跟之前大和号的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好看的。然后这个是剑桥顶部，这个也是剑桥的上层，你真的可以看到它的线路就莫名其妙的看起来非常的锐利，然后真的很漂亮。对，这个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去污蔑它，也不会去误导各位。实际上我感觉看起来是很好的东西，我就会说很好。如果它真的是不好，我也会直接说。这个是鱼雷发射架，以及救生艇，还有主炮。来，我们看一下它主炮上面的细节，相当锐利啊！所有的铆钉都在上面啊。你看它的尾巴的设计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包含爬梯的预留孔也都设计在上面。照理来说，在制作上应该会非常的轻松，可是因为它是 Boulder， 所以我不相信它能够轻松到哪里去，它到最后一定会跟我找很多的麻烦。OK， 好，然后你看它这个观测仪的这个窗口是做空心的，这个地方就不错而且上面还有整排的铆钉，细节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一艘高雄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我可以去拆它的零件来完成我的 R 西马的 ATAGO， 这就是它最大的贡献。因为你要我再去花时间组装 Border 的产品，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组到最后也是浪费时间，船根本装不起来。OK， 好，然后你看这个纹路跟 Border 的金刚是一样的，它的救生艇也是这个样子，
也是没有改，它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改，这跟那个泛美航空公司的 logo 是一样的，就像我说的那个跟斯伯丁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批评过了 Border， 然后很多中国大陆的网友跟我说，不要期许我讲了什么东西 Border 就会改。是没错，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期许他要改。他如果再继续生产这一些这么好玩的产品，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低价买回来，然后觉得自己被骗了以后不买他的产品，这才是学乖。你看它的防滑纹路，以及它的后面的飞行甲板下面的建筑物都非常的锐利。你看，甚至锐利到我觉得这边真的是锐利到很夸张。那你看，我们看到这里面细节，这个细节真的很漂亮啊！这里可以做得很漂亮，问题是这里就看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OK， 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板件就大概就是这一些啊。然后制作船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photo etch part， 就是我们的金属蚀刻片。我们光看颜色就知道，它这次全部使用的是不锈钢 stainless 的蚀刻片。第一，硬度非常的高；第二，非常的难折。所以真的要制作 Border 的产品的，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东西？目前黄铜的产品一定会比 Stainless 的成本还要高上非常多，所以它使用的是 Stainless 的产品，目的就是压低它的成本，维护它的收益。维护它的收益，我觉得是合理的。问题是它做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让你做的是非常的不开心、不舒服的。这个是 Border 常做的事情。所有的零件分开看都很 OK， 都很漂亮。分开看都没问题，包含这个，哇，分开看都非常的漂亮。然后装在一起之后 ，A 干扰 B，B 干扰 C， 然后全部加起来，就整条船又莫名其妙的乱七八糟。OK， 好，水贴还可以。所以，如果你是因为搜寻1:350 Border 的 review 去找到我的影片，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去骂 Border 的产品？那我非常的欢迎你往前去看我对 Border 的 Yamato 以及 Kango 的评论，而且这两条船我是有 Yamato 是组装完成。然后 Kango 是组装了80%，我就把船送人了，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有够烂。然后这一次是 Taka， 我就觉得又厂商又出来在骗钱。OK， 3D 列印件看起来细节都相当的不错，所以我很开心拿到这一盒，我可以把这一些3D 列印件全部都运用在 Aoshima 的 Atago 上面。所有的零件看起来都可以啊。然后我之前看过的影片，我有说，我觉得 3D 列印件不太会出问题。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在组装看过的时候，发现第2号主炮下面的环晶，如果你在下面已经堆了所谓的弹药箱以后，你的2号炮塔下面的环晶一安装就会去卡到弹药箱，所以你的弹药箱全部下面都要切掉大概1 mm 的厚度。那我就觉得，这个船真的是太折磨人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所附上的3D 列印的964
3连装防空机枪。好，这边有双连装，这边有3连装，它的3连装防空机枪，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瞄准镜？它的瞄准镜变成了一个实心的拍子，就跟乒乓球拍一样，它不是空心的，所以不过它这一次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它下面底板变得很厚，所以它没有卷曲起来，代表它这次用的料，我觉得它用的料有好一些。OK，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因为一拆零件还是断了。OK， 好，用料还好，设计不怎么样，它的支撑结构设计的不够合理，所以在拆件的时候很容易断，要非常的小心。这就是我对它 3D 列印件的评价。好，然后来看127的防空炮，采用一体式打印，一样看起来很漂亮，实际上用起来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啊。这一盒是最大盒的 3D 列印件，里面有救生艇，全部 3D 列印件，全部都列印在一起，所以你还要去遮蔽它，分颜色，然后再喷涂或者是笔涂这艘小船。OK， 我靠，怎么会这样子啊？第二烟囱，它把所有的环巾跟爬梯都直接印在上面，所以你在制作的时候会比较省事啊。我只能说比较省事。目前我这样看起来并没有看到很大的缺陷。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要喷上了颜料以后，你才会开始发现它问题出在哪里。OK， 你看它的烟囱的前端的设计，它是切断的，所以它的组装上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就减少了跟剑桥里面互相干涉的问题。这个就是这个切断的这个设计的优势内部看起来也都有列印出来，然后上面的铆钉都有。所以以烟囱来讲，用看的我是觉得这个产品看起来还不错，实际上做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因为它的产品我都必须要保持一个相当大的疑问。这个是前面的桅杆，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列印在上面，非常的省事。你只要把框架拆掉，把支撑拆掉，这样就可以拿下来，就直接安装。然后这个 3D 列印的材质它就断了 ，OK， 好吧，它断了，所以你要我在这个材质上面去粘去搭我的空中线，我就保持怀疑的态度，它可以撑多久？OK， 这是后部的，我这里还有一颗。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塞在这里的，还是他是掉进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整颗掉下来的。好，后面的桅杆
然后它起重机的吊臂是放在旁边的，乍看之下没有什么问题啊，真的乍看之下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你的空中线装上去以后，如果你是使用弹力线，它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歪的。如果你使用的是金属张线，可能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所以我建议的就是，制造这一艘高雄级，你可能就要用那个金属的空中线，不要用弹力空中线，你可能会帮你自己找了非常多的问题。OK， 好，以上就是高雄号的板件、零件以及 3D 列印件的快速的 review。因为我在这艘船上如果花太多时间，我觉得会短慢，对不起自己的。首先第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写所谓的历史介绍，然后分成了日文、中文以及英文。那你可以看了它的内容你会发现，第一，它没有提到Tagao是什么时候设计制造；第二，它是在哪一个造船厂所建造的，然后吨位、它的排水量，然后它的火力、它的口径，然后它搭载了什么东西，然后有多少的人员，没有，这里都没有。OK， 所以这个历史只是一个，我觉得只有讲一半而已好，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它所有的板件，所以其实它的板件数量并不多，然后 3D 列印件不少，再加上3块非常硬的 stainless 的金属蚀刻片，然后一个一体式的船身。好，再来就是所谓的 3D 列印件，然后红色的地区就是标示出来你需要移除的部位。那你在拆的时候必须要非常的小心，以免像我刚刚一样，在拆这个细小的零件的时候它就断了。对，所以就拆件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毕竟 Border 它不是专业生产 3D 列印的厂商，所以如果是 3D 列印的厂商，他们在做这种结构上的设计，一定会在里面穿插所谓的金属支撑去做个结合，你在承受重量的时候才比较不容易变形。OK， 好，再来就是涂装的建议。Border 的说明书的好处就是它每一个图的几乎它表现出来这个图都是非常的巨大，真的是很大对我们这种有老花的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蛮方便的东西不需要再拿着放大镜去看然后有经验的制作船模的人都知道说，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并不是看着说明书的步骤在组装，说明书只是告诉你什么地方该安装什么样的零件，因为你还有还要顾虑到所谓的涂装顺序，然后怎么安装会比较顺，才不会去影响到你后面涂装的这个步骤。所以说明书只是让你知道零件安装在哪里，所有的组装以及喷涂粘合的这些动作必须要你自己去思考，然后再去把它完成。好 OK， 说明书上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一些组装说明3D 列印件该怎么安装，蚀刻片要怎么安装，好，固定在哪边。好，那老话一句，以 Border 的产品来说，我的建议是你最好是能够看到的所有你知道的平台，或者是 Fans Page， 或者是脸书 IG 各方面，有人已经先买回去先组装了，然后有点出它的优缺点，你再来考虑看看它的优缺点你是否能够接受。千万不要因为盒子漂亮售价便宜你就去买了
这一盒回来，因为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做出来，第一就让你觉得非常的痛苦啊，然后第二，除了痛苦以外，你感觉到你做出来的 Takeout 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那你可能就会再花钱再去买一次 RC 嘛，或者是再花钱去买一次 Verify， 那你这一次花了钱就是白花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是建议是最好是在所有的平台上能够看到有人已经先把它组装出来，并且点出它的问题，你再来考虑要不要购买 Boulder 的产品，因为毕竟它不是 Boulder 不是只有船有这种问题而已，它是听说它连战车各方面的问题都非常的多，除了飞机以外啊。OK，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 Takeout 的 review， 那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们明年见 ，OK， 拜拜。